姐姐用命给我谋活路，我总不能老是不信邪去找死。见了面能说什么？徒惹难堪罢了。荣小姐，非常抱歉打扰您。段燕先生到了，他想见您。我不想见。荣小姐，这个都骗到这份上了，不打算继续骗下去了？对不起，我……你现在骗都懒得骗了吗？没必要这样。你喜欢我吗？有时候觉得你是喜欢我的，但有时候又觉得不是，因为你每一次都能那么干脆，说抛弃就抛弃，头都不回。不和我谈谈吗？没必要。你到底有什么理由非得把我扔下？是段守正威胁你了，还是有人拿什么东西拿捏你了？我跟你说说，这2天我这边的事儿，段守正的人找上门来了。他跟我说我是段家的人，说了我的身世，说是你告诉他的。你找上他，跟他谈了个条件。我当时想跟着他走，至少能见到你。结果到了以后没有你。赵特助说你不愿意见我，我说行，那我等。等到最后我才知道你要走了。你应该开心的，想要的东西都有了，身份、家产，往后不用再过那种苦日子了。你和段守正谈了什么条件？500万。我给你10倍，20倍也行，或者你开个价我都给你。你会选我吗？不会。我猜到了，不是钱的事。我在你人生里就待了3年，无关紧要。你以后有自己的路要走，有你该有的生活。无关紧要？你觉得我们真的能撇清关系吗？荣继桥，我会恨你一辈子的。不该是这样的，他会拥有想要的一切，他不该为了我这样一个见钱眼开的骗子，卑微到连尊严都不要了。如果只有刻骨铭心的恨，我甘愿做这个十恶不赦的罪人，随你。去医院！你在哪儿？观澜会所。去观澜，开快点儿！来这么快？你发什么疯？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把荣继桥吓走是因为什么。都出去！行了，这么大火气做什么？荣继桥走了，最大的受益者不还是你？我对段燕没那种意思，你别自以为是乱点鸳鸯谱。感情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假如段燕不是荣继桥的男朋友，是别人的男朋友，现在他回归段家了，你能不在他身上费心思？你现在什么处境你自己清楚。许家那摊子事，段守正能护你到什么时候？要是未来真能跟段家继承人绑在一块儿，多少麻烦事一笔勾销，指不定还能让许家重回辉煌。行，你为了荣继桥能彻底对段燕死心，找那个叫萧什么的，故意去跟他说普通人和豪门之间那些事儿。这事儿你以为我不知道？还有，偏偏在这个节点跟他说他的身世，你什么意思？我也是为了大局考虑嘛。段燕照顾你，我去照顾荣继桥，各取所需，有什么不好的？你知道的，我对小新有关的任何事物都很上心，更别提还是小新用命保护过的亲妹妹。但我总不能为了她不顾你吧？她和段燕团团圆圆了，那你怎么办？那假如呢？假如荣继桥不是小新的亲妹妹呢？段燕回家之后，她会是什么下场？还能有什么下场？弄死喽？给你铺路。反正事儿都办完了，你想骂就骂，想打还能再来一巴掌，我不还手。
但你要是想把荣继桥追回来，那我劝你省省。他走了就好好走，在外面有什么不好？只要段燕不知道他在哪就行。你到时候去哄哄老爷子，让他偷偷告诉你，你想去看他，不就是一趟飞机的事情？但事已至此，归根结底很大一部分原因，确实是因为我自己引起的，是我成了压倒荣继桥的最后一根稻草。平生第一次后悔当年骗季川的事情，要不是这样好好的荣继桥，哪能被吓跑？我本来也没有威逼他离开，不过就是推了一把，本质上还是他和段燕的感情不坚挺，说走就走了。你现在跑来怨我，我也很委屈。委屈你，委屈你爹！爷爷，我回来了。听说家里出了点事，我赶回来看看您。回来了就好，我在老宅，你过来吧。好。叔公好，伯母好。守正啊，这回真是天大的好事！是啊，孩子找回来了，段家后继有人。守正，我也不跟你绕弯子。段燕这孩子找回来了，我们都高兴。但是吧，我听说这孩子在外面有个女朋友的问题，是还没结婚就住一块儿。也不是说年轻人谈恋爱有什么不好，主要是吧，这个女孩子家庭背景……什么家庭背景？就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地方来的，都没读过几年书。段燕以后是要扛段家门面的人，身边站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像什么话？出去应酬带着这么个人，别人怎么看段家？就是，市井气太重了，让人家笑话。难堪大任啊！恭喜啊！到底是你的孙子，那个女朋友的事情得趁早处理，门不当户不对的，迟早出问题。和我们段家交好的家族里，也有一些品行容貌都不错的。各位叔公伯母，我就是好奇问一句，两个人都是一路穷过来的，怎么到你们嘴里，段燕就是沧海遗珠，荣继桥就变市井小人，难堪大任了？怎么不一样？人家18岁就和他在一起了，被他养在家里，白纸一张，什么都不懂。按照你们说的，段燕这么厉害，什么都懂，什么都行，怎么不知道好好教教人家？段燕她自己在外面没混出名堂，还要拉着人家一个小姑娘，陪她在最底层的泥潭里吃苦受罪，只知道一味纵着人家在家里混吃等死。荣继桥再怎么不济，都是被段燕的蜜罐子惯出来的。段燕那么有本事，怎么不把她教成你们满意的、带出去有面子的大家闺秀？念念，你去看看段燕吧，听说她不太舒服，赵特主在那边，你找他带路。那我先去了。这丫头越来越没规矩了。许小姐，赵叔，爷爷让我去看看段燕。段少爷身体有些不适。什么叫有些不适？消化道出血，在机场吐血了。赵叔，荣继桥到底去哪儿了？在国内还是国外？许小姐，荣小姐的去向，老爷吩咐过，不能对外说。你是外人？的确走了，这是我能告诉您的全部。带我去找段燕。段少爷一直住在这里，和荣小姐之前住的地方。你打电话让他开门，我自己上去。那是荣继桥画的。要我自我介绍一下吗？不用。我跟你说个事，刚才在段家老宅，你那些族里的叔公伯母们凑了一屋子人，你猜他们聊什么？聊荣继桥，说他出身低，眼界窄，没文化，带不出去，丢段家的脸。你知道他们为什么敢这么说吗？他确实拿不出手，他确实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没有人脉，连在那种场合该怎么说话都不知道。这些都是谁造成的？段燕你自己心里清楚吧。他本来就没有父母教育，也没读过几年正经的书，你从他18岁就把他养在身边，什么都替他做，什么都依着他。他不想出门，你就让他待在家里；他不想工作，你就养着他。一个正常人和另一半在一起，应该是互相带着往前走。你呢？你把他圈在你身边，让他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做。让我猜猜，荣继桥来京城以后，为什么突然出去工作了？8成是你这边的经济跟不上了，生活压力大了，他才出去找的活。他还拿到京城3甲医院的进修名额，中专学历拿3甲的进修名额，你知道这有多难？他天天说自己不聪明，脑子笨，但你逼他一把，他完全能自己养活自己。我有病，我知道。你要是有权有势，能让他无所事事一辈子也就算了，
可是你没有。段家那帮族老，你最好心里有数，他们想拿你换利益，联姻是最快的方式。你要是哪天一觉醒来，发现床上躺了个不认识的女人，生米煮成熟饭，你哭都来不及。荣继桥的东西呢？他的衣服，他的东西，我收拾了带走。不行，他的东西不能动。神经病，有病去治病！我其实有点后悔提出国的事情了，现在甚至连说明书都看不懂。可留在国内重新参加高考，哪怕是绞尽脑汁的学，都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一个3本，更何况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面对段燕。荣继桥对吧？我叫李佳怡，你叫我佳怡就行。你好，不好意思啦，我白天在导师那儿，只能忙完了来找你。来，先给你说说接下来的安排。还有你没有语言基础的话，就得先从 ESO 英语课程开始，然后还要就读大学学前语言班。你当时学了多久啊？我没去过语言班，我雅思9分直接入学的。雅思9分是什么意思？佳怡姐，你不用对我这么上心。不用不好意思，我本来就是安排来照顾你的，会有人给我付报酬的。端家有个人才储备计划，专门资助有潜力的年轻人出国深造，学费生活费全包，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了。现在已经是歪大博士了，但是有条件，毕业之后至少在40岁之前都得给端家工作，签了协议的。对于我们这种家境一般没有裙带关系的，相当于定向培养嫡系吧，我来带你，也算是我的工作任务之一。嘿，哈哈哈。乔乔，对不起，明天我请你吃饭，吃好的，你想吃什么都行。别看了，跟我没关系了。我走的时候就知道的，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上个月的量表数据和这个月对比，几项核心指标都在走低，情绪调节、社会功能、睡眠质量全部亮红灯。如果再不进行干预，1年内患上精神类疾病的概率非常高。我建议尽快安排系统性的心理咨询，1周至少2次，必要时需要配合药物和治疗，能很大程度缓解症状。他知不知道你来找我？不知道。行了，你先回去吧，后续的方案整理成文件发给赵特助。老赵，段董，段燕在哪儿？下午5点左右从公司离开的，司机送到半路，他自己下了车，说不用跟了。后来我们的人确认过，少爷回了原来的住处。
备车。是。饭刚好，你们吃了没？要不要添2筷子？没做那么多菜，凑合吃吧。项目进度我看了，和季家那个项目的合作已经过了终审，下个月可以正式签约。这事儿你盯着点儿，别让下面的人在条款细节上出叉子。那边对付款周期有异议，坚持把 T+60改成 T+45，我没答应。你怎么想的？他们公司的账期本来就紧，如果不是那些有裙带关系的人从中作梗，季家的方案初审都过不了。如果他们继续坚持，那也没必要合作。我已经物色了别的合作方。谁？鸿渐。几十亿的项目，你倒是会知恩图报。我能在京城站稳脚跟，全靠周总提携。你自己看着办。不过季家那边看到手的鸭子飞了，可能会生事端，你自己小心。这房子你打算住到什么时候？没想过搬。这里太小了，照顾你的人住不下。我让人在东三环那边看了几套，你挑一套搬过去。不用，我自己可以，在这里我睡得着。我去洗碗。荣记桥的事不是我让他走的，是他自己提的，主动找上我，开了条件，把你的身世资料递到了我面前。我知道，他跟我之间的协议我没打算跟你细说，我答应他不会让你找到他。你要是有本事，就不会接停一架飞机都做不到。等你爬到我这个位置，你想做什么都不会有人再智慧你。我知道了。段先生，我们需要您配合辨认。昨晚溺水死亡，手脚都有束缚痕迹，是手铐，初步判断是他杀。最后一通电话打给你的，你没接。你和死者是什么关系？你为什么没接？你把乔乔还给我！你把他还给我！他好好的跟你来京城，你就是这么照顾他的？把我的孙女赔给我！对不起。来接我，去医院。您怎么了？哪里不舒服？需不需要我直接叫急救？叫吧。段先生，你胃黏膜大面积出血，加上长期过度疲劳，精神状态已经到了临界点。我建议你立刻办理入院手续，至少静养半个月。不用，明早给我办出院。你这个情况硬扛着，后果我可以现在就告诉你，反复出血，到时候就是进手术室的事了。知道了。段总，这边的情况要不要跟段董那边通报一下？不用。上午10点是并购案的推进会，下午2点和宜宾的王总会面，晚上6点有个慈善晚宴，需要您露面。并购案换成视频会议，晚宴去露个面，拍完照就走。您之前在我们这里定下并要求寄存的那件白色礼服，不知道您是打算直接带走，还是等我们搬迁后继续寄存在新店？让人送到这里就行，会有人签收。段总，周广林周总今天来谈合同，听说您在，问问有没有空叙叙旧。已经在贵宾接待室等了快2个小时了，让他进来吧。段总，哎呦我的段总，你可算让我逮着了。周总，别叫周总了，你现在是我太子爷，我哪还敢当你的总？我也没想到会有这一天。说真的，当时就觉得你这小子，嘿，段总不一般，结果真让我说中了。说句不好听的，要没有你，我周广林这辈子做梦都摸不到段氏的门槛。对了，公司上市的事情在筹备了，到时候我给段总留点原始股，不多，意思意思。不用，当初签的合同里该给的分成，走正常流程就行。那哪能一样？那
恭敬不如从命。小荣那丫头真是捡到宝了。当初你俩在那个小出租屋里挤着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这小子将来肯定不是池中之物。你们年轻人不容易，当初一块从底层摸爬上来，这种感情搁哪儿找？将来日子只会越来越好。谢谢你的祝福。那我就不打扰你忙了，改日再聚。段总，慈善晚宴6点入场，您的座位在前排，主办方安排的，6点半左右就可以离场。还有一件事，今晚拍卖环节的名单我提前拿到了，您要不要看一眼？不用。燕哥，把茶杯还我。粉色的是我的，蓝色是荣继桥的。你有病吧？一个大男人用粉色茶杯？季家那个合作，你怎么说看就看了？季家让你来问的，你和季家关系倒是不错。表面功夫总得做，就像你今晚不也得来这种地方露个脸？那你在季家身上活力这么多年，打算就这么袖手旁观？如果不是形势所逼，倒是挺佩服你。不是力曲者，我做不到放着眼前利益不管，只凭感情用事。说实话，你才回段家，根基不稳，和季家闹翻不是什么好事。难怪季川这么好，你都没和他闹翻。我知道季川对乔乔有威胁，我会保护好乔乔，就像当年堂姐保护我一样。所以你和季家对着干的时候，我不会在明面上出来搅局，但我也不会主动去和季家撕破脸。可私底下该帮你的，我不会含糊，这是我唯一能感情用事的事情。我的良心还没到被狗吃了的地步。只是聊到这个，就不由得想到梦里的那些内容，到底是不是未来？如果是假的，那些事又该怎么解释？回到段家已经印证了部分是真的。你有过和我联姻的打算吗？那倒不会，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原则还是有的。我没事抢乔乔的男朋友做什么？不好意思，虽然你们现在半分不分的，也不知道乔乔还要不要你。那梦里联姻的事情又是怎么发生的？这中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珀西·约莱的14行诗，别掀开这彩色的面纱的亲笔手稿，经过多家权威机构鉴定，确认为真迹。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诗正是毛姆在创作小说《面纱》时书名的灵感来源。毛姆将这首诗的节选印在了小说的扉页上。Lift not the painted veil which those who live。 翻译过来是：别揭开这彩色的卫纱，它被活人称为生活。徐念说的对，是我把它困在这层所谓安全感和溺爱的表象里，让他在患得患失的自卑与自我怀疑中如履薄冰，如同书里的凯蒂一般。荣继桥完成了痛苦的蜕变与清醒，亲手撕裂了这层面纱，是自己在依附荣继桥，而非荣继桥离不开。280万，有请各位举牌。500万。Ciao. Are you coming to the pub tonight? Not tonight. I have plans. 你那帮朋友在里面等着了，你们那桌我给加了几个菜。谢谢老板。Happy New Year. 又收到乔的利是了，每年都有。乔，你是不是把这个月的社交预算全花在利是上了？ That's the tradition. 中国人过年就是要发利是的。等一下，里面是多少？能不能当场拆？请便。Sweet， 谢谢，新年快乐，恭喜发财。又是乔发的，给我也来一个。你明天就回国了，到时候家里长辈给你发，比我这个多。那不一样，
人家那是长辈给的压岁钱，你这是朋友的新年祝福，性质完全不同，不冲突的。拿去拿去。哎，开心不了几天了，怎么了？回去就得上班了呗。到40岁的合同啊，姐妹一眼望不到头。那可是 Dance Group 的工作哎，你知不知道我们商学院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进那家在伦敦的分公司？你回去就有现成的位置，还抱怨什么？就是，你还不知足。发展好是好，我承认，但打工就是打工。你们哪个上班族会觉得打工快乐的？而且我已经打听过了，我大概率会被分到老板的秘书部。秘书部是那个刚回来的继承人的？可不是嘛，人家才接手没多久，据说很能干，但也很难搞。我一个刚毕业的，上来就给大老板当秘书，你说我压力大不大？能当大老板的秘书还不好，以后升职肯定快。你不懂，秘书部那个位置就是前线炮灰，老板心情好，你出气筒。据说那位的脾气特别冷，不怎么跟人多说话，难伺候。老板，加一份干炒牛河。所以你的直属上司就是那个段燕？网上关于他的报道我看过几篇，长得是真帅。你到时候能不能帮我要个签名？你有病吧？人家又不是明星。我问你个事儿，你认不认识段燕？不认识，骗我呢？你肯定认识。好吧，认识，但不熟。真的假的？说实话，我一直有个感觉，你是不是段家的亲戚啊？什么亲戚？就是那种表亲、远亲，或者什么七拐八拐能扯上的那种。毕竟送你出国读书，还安排住处，这种规格可不是普通人有的待遇。好吧，我承认了，段家其实是我债主，我欠了人家的钱，送我出来读书，是想让我多赚点钱，早点还清。行，债主，今年你毕业了，要不要也回国？我没打算回国啊，不回去啦？不了。留下来嘛，Q，你留下来，回去多可惜。就是中国那环境，007是福报，回去能干嘛？小嘴巴闭起来，敲这么拼，指不定是想继续读个硕士。读书真的很痛苦，就我那垫底的成绩，能拿到3等荣誉学位，就算我很厉害了。我学个英文，到能和你们正常交流，不用机翻，都用了半年。我实在不知道你们为什么第一次见我都觉得我冷漠，那真的是因为我英文不好。那你实在不行就答应 Edward 呗，人家是正儿八经的伦敦老钱贵族，家里那宅子比咱们学校图书馆还大，嫁进去每天就坐在壁炉前喝下午茶摸猫就行了。反正他追了你2年了，痴心不改，多好一男的。他那位贵族妈妈在街上碰见他给我送花，第一句话不是问怎么回事，而是说我个子小不好生养，而且他们家不接受混血，极大概率还要代孕，说是混血会导致家族的血统不纯净。你怎么不早说这个？我还以为……所以我说了，别给我乱牵线搭桥。来，这点笑点，再聚，下次再聚。Audrey 是我上学期做社会实践调研时，在招聘 APP 冒昧加上的。他的从业方向正好契合我的课题。我鼓起勇气自我介绍请教问题，原以为会被忽略，他却认真回复，给了不少详实建议。调研结束后，我们仍有往来。我时常向他求教，我不清楚他的底细，只推测他并非伦敦本地人。我已经不太能精准算出两边的时差了。以前刚来的时候，随时随地都在换算，后来习惯了这边的节奏，那套属于京城时间的齿轮就慢慢生锈了。3年多了，在伦敦过了3个春节过了，每一年都是这样，跟朋友们热热闹闹吃顿饭，然后回到家以后，安安静静待着。今年爷爷奶奶应该在看春晚，堂屋里的方桌上应该还摆着年夜饭的残余，没收拾完的碟子碗筷。
回来了。我们刚还在说你呢，年后你那边是不是有几个大项目要推？我听说季家名下主营的那个公司的收购案已经到了最后一段了，在走流程。是这样的，我家那个小儿子，你那个堂弟，今年刚从美国读完 MBA 回来了，正在找实习。你看你那边能不能？收购案是机密项目，外面的人不方便接触。年后我们还要配合律师团做尽职调查，也抽不出人手带人。也不是说一定要进核心团队嘛，就是在你身边跑跑腿，学学东西。不太合适。工作的事儿不急，你这都20多了，该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吧？堂姑这边倒是有几个不错的姑娘，家世清白，学历也好，改天给你安排认识认识。的确，今年回国的旁支小辈里，我看有这些年轻人里和许念适龄的男生更多，条件不错，长得也能看。就刚刚堂叔家那个二小子很可以。堂姑、堂叔，等他的婚事尘埃落定了，我再腾出手来考虑自己的事情，也不迟。念念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我家那小子今年从沃吞回来的，各方面条件都不差。你看看，身材管理做得很到位。辛苦了，王叔，你先回家过年吧，后天再来。听说你妻子怀2胎了，恭喜，给你多封了年终奖。不辛苦不辛苦，谢谢段总。今天不是中国新年吗？是。那你为什么在工作？处理完这边之后，想怎么休假都行。你们中国人工作的方式让我永远看不懂。不过我得说，段家的项目总是比别人快一步。你这么说，肯定有休假计划了。准备去歪国待一段时间。歪国哪里？伦敦还是乡下？我告诉你，歪国大城市的游客全是中国人。你要想真的……季家操纵市场的证据，从关联交易到内幕信息全齐了。你想要的那几笔资金流向的原始记录也在里头。说好了，好处3期开，你3我7。7给你，多出来的存到荣继桥名下的信托里。你怎么知道我给荣继桥开了信托？我不只知道这个，我还知道你去年就从老爷子那儿磨到了荣继桥的住处。他在外面不好吗？学业有成，也有朋友陪伴，该吃吃该喝喝，日子过得比跟着你的时候舒坦100倍。你为什么不敢主动给他钱？是他知道后压根就不会要吗？他这3年多没联系过你一次，你还不能明白你当年有多耽误他？再多说一个字，你1分钱都拿不到。送许小姐出去。是。说2句就破防。低压偏高，心律不齐。段总，这是极度高压和作息紊乱引发的急性胃痉挛，您的胃病很严重，失眠症也在加剧。这是您佩戴的监测手环最近2周的记录，深睡眠时长每天不超过40分钟，中间频繁没有完整的。您还有做噩梦和产生幻觉吗？有，我最近几天会休息。李佳怡，我是杨璇，秘书处的，你可以叫我杨姐。跟我来。总裁秘书一共12个人，分内勤和外勤2个线。你是管培生，前3个月跟着我，该学什么怎么学，什么能碰什么不能碰，我会一条一条教你。女秘书一般负责内勤和商务对接、行程排布、会议纪要、文件审批流转、来访接待、出差安排，这些全归内勤管。男秘书负责外勤，酒局应酬、项目现场对接，有些需要跑的差事。不是说女生不能做，是有些场合确实不方便，也是为了保护女员工。
秘书处的活不好做，但做好了升迁很快。我在公司待了8年，3年前调到秘书处的，现在已经是副总监的职级了。集团的管培体系把你投放到这里，是对你能力上限的测试，跳板已经给你了，能借力爬多高，看你自己的本事。明白？先把这个看完，有不懂的随时问我。一会儿段总和几个总监开完会出来，我顺便带你去认个脸。我在伦敦就听过各种关于这位年轻掌门人的传闻，冷面、话少、工作狂，脾气不好说，但绝对不好惹。应该怎么站？手放哪儿？开口先说什么？要不要鞠躬？鞠躬会不会太夸张了？段总，下午4点和瑞银那边的电话会议，资料我已经放在您桌上了。5点半有个内部的项目进度汇报，参会人员名单在您邮箱里，您看一下有没有要调整的。5点半的会推到6点，把法务的老周也叫上。好的。上午市政那边来了个电话，说是关于东城那块提的规划调整听证会，问您能不能出席。让赵特出去。明白。他是谁？新人，今天第1天来报道。段总好，我叫李佳怡。歪大的博士是定向培养回来的，之前在伦敦。你第1天上班能不能稳重点？群消息都快被你刷成瀑布了。我已经在工位坐着瑟瑟发抖了。他就那样，不是针对你。好啊，乔乔哟。你还说你和段总不熟，快说你到底是何方神圣？不说我就拿着你照片去问段总了。你都被段总一个眼神吓得自我介绍都说不利索了，你还有胆子单独跑去问他？我会恨你一辈子。现在的段燕要是看到我的照片，估计连眼皮都不会多掀一下，大概只剩下上位者对一段不堪回首过去的无视，指不定还要把这股邪火全撒在李佳怡头上。我在他人生里大概就像一场慢性食物中毒，由此可见，我和段燕的确是孽缘。佳怡，别跟公司的人说你认识我，我和段燕不是多友好的关系，别给你惹麻烦。不是多友好的关系，骗了人家3年，卷了一笔巨款跑路，仇人差不多，不能再想了，再想下去，今天一整天都得废。请进。乔，有什么事？我想聊一下硕士申请的事。申请有难度，但不是没有可能。您是在安慰我？我不做这件事，有些像是有基础年，可以从那里走。要是不读硕士，本科出去找工作是不是很难？国内或许能行，全天候加班，你能接受那种节奏就直接回国试试。就是因为接受不了那个才跑出来的。你来这3年，你能在学校坚持3年，这件事本身就已经说明了很多。不要低估自己，可以适当再逼一逼自己。谢谢。去吧，期末论文的初稿下个月交给我，别拖。Ciao Edward， 我说过了，别再送花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问你今晚有没有空。Claremont 新出了一套法餐的 tasting menu， 我订了2个位置。今晚和朋友有约了。明天呢？明天有课。后天有论文要赶。花你收了吧，我再拿回去很没面子哎。
好吧，没有下次了。我现在的目标很清晰，认真读书，把论文写完，顺利拿到硕士毕业证，然后找一份闲适的高薪工作，稳定下来以后，悄悄把爷爷奶奶接出来，到国外团圆，也许还可以买一套伦敦远郊的别墅，让老两口种种蔬菜，安安稳稳度过下半辈子。现在的心力实在腾不出多余的地方去应付一段新感情。这论文初稿，我总觉得自己写的东西跟垃圾没什么两样。我要死了！这么痛苦吗？我们部门那个氛围，走路脚步声大一点都有人回头看你。我今天去茶水间倒水，杯子没拿稳，洒了几滴在台面上。旁边的前辈看我的眼神，我导师看到我论文初稿时候的表情一模一样。阿姨，你加油！我和我男朋友一起鼓励你。你能不能别在我面前秀恩爱？关键是 boss 那个人真的好难搞，你们知道他什么风格吗？就是那种你在他面前汇报工作，说了5句话，他只回你一个或者知道了，然后就没了，你完全猜不出来他到底满不满意，到底哪里要改。别想那么多，你才第1周，犯点小错正常。可是我怕给杨姐丢人啊，她带我出了问题就是她的责任。我觉得 boss 肯定已经把我归类到废物那一栏了。网上不是有很多关于你老板的采访和报道吗？你去研究研究他的喜好和性格。这我可以练啊！周1开始我就改路线，见到 boss 就疯狂彩虹屁。周姓合作商会来事儿，除了周广林还能是谁？段燕和周广林私交甚笃，也只是因为周广林是他的旧相识。前段燕还经常和我调侃周广林不靠谱，这些营销号尽胡说八道。这些破烂帖子要是真照着做了，别说讨好段燕，李佳怡周1过去就得被开。那些攻略别信，网上写的都不靠谱，你就踏踏实实做事，少说多做，活干好了才有用。尊嘟假嘟，尊的。你就和我说吧，你到底和段家是什么关系？你肯定也不忍心看我被折磨的要死不活的吧？行，我和你说，但你得保证烂在肚子里。你说，你说，我是段家的私生女。你说什么？段燕是正牌继承人，我是见不得光的那个。她回来之后，我就被送走了，懂吗？所以你千万别在公司提我的名字，一个字儿都不行。我是被段守正董事长送出来，要是他知道我还在跟段家有关系的人来往，我完蛋，你也完蛋。我现在就想安安静静念完书，别惹事儿。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他的习惯，让你轻松一点，但前提是你得管住嘴。管，焊死都行。每次你们说中文，我们就像个局外人。Girl talk。他不怎么喝咖啡，习惯喝温水。你要是想讨巧，直接帮他把温水续上，比什么都管用。记住了。还有呢，做错事别甩锅，老老实认错，下次别人同样的就行。他最烦找借口推卸责任的人。他其实挺爱吃川菜，京城城南有一家老字号川菜馆，叫川香居。如果有机会给他订餐，可以试试。今天中午段总没有外出安排，在办公室吃，你负责订餐，11点半之前送到就行。好的，杨姐。你给段总订的什么？川菜？不是和你说了段总有胃病，重油重辣的他不能碰。之前我们订餐都是清淡为主，你这啊？怎么了？你自己进去说。段总，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不吃川菜，我这就去换一份。没有不吃。哪家店的？城南的川香居。不用重新订了，你放下走吧。没事儿，没事儿。哪家店的？等下你进去收拾的时候，看看段总吃了多少，吃得多的话就记到段总的饮食里。乔乔，你是神！杨姐都震惊了，你知道吗？她跟了 boss 3年都不知道他喜欢吃这家的川菜。快，你再和我说几个 boss 的喜好。他不喜欢别人身上香水味太重，不过他办公室的熏香可以换成木质调的试试。下周5截止，我还差最后1张，感觉来不及。来得及的，有问题随时问我。Audrey，
我差点忘了面试的事儿，现在出门来不及打字了，等我面完回来跟你说结果。Audrey，我差点忘了面试的事，我现在正往车站赶，可能会晚点到，你别着急啊。我想在假期积累正式的工作经验，行政类岗位适合我现在的时间安排。还有一件事，我想提前说明一下，虽然是 Audrey 介绍我来的，但我希望你们按正常标准考核就好，不用因为她的面子给我什么特殊待遇。Audrey 就是推荐我来面试的那位，我简历上写了推荐人的。他说他在一家跨国医疗咨询公司工作，和你们有业务往来。抱歉，我这边没有看到推荐人的备注信息，你稍等一下，我去和上面确认。确认过了，的确是 Audrey 引荐过你。不过你放心，我们录用你不是因为推荐人的关系，你的条件完全符合岗位要求，面试表现也很好。Audrey 只是起了一个介绍的作用，那就好。段总，找您确认一下歪国的行程，定在下个月。帮我提前，越快越好。最早是这周5以后，季家的债权人会议定在这周5，几家联合债权方都会到场。如果您能出席的话，对收购案的推动会有帮助。知道了。伦敦现在是下午，荣继桥应该已经回到公寓了，睡着了，又或者被朋友邀请去玩，还可能是一直在赶论文，但不至于去参加了面试以后，连个消息都不给我发一个。我再也骗不了自己了。他很少超过24小时回复，相隔近万里，我连他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今天穿了什么衣服，有没有遇到开心的事，都无从得知。也许是白天那条语音，把我好不容易维持了几个月的平静搅得支离破碎。那几秒钟的声音还在我耳膜里盘旋。谁把相框放着的？不能再放在这里了。他只要看见那些东西，就受刺激又要发疯。不要碰！滚开！季川，我要他死！Is it okay? 没关系，继续，你做得很好。Your Eminency, this is the Chow I told you about. I have heard much about you in the parish. The children are quite fond of you. 愿天主降福于你，保护你前行的每一步。
如果你需要什么帮助，可以随时联系我。谢谢您，我想跟您聊聊我的硕士申请问题。我课程跟不上，其实是因为早些年基础不好，并不是我没有认真上课。这是小问题，我可以帮你写一封推荐信。太感谢您了。乔姐姐，那个人是谁呀？好吓人。是主教。那他比牧师还厉害？厉害多了。那比你呢？比我厉害10000倍。走吧，回去继续做。等做好了，你们每人都能带1瓶回去。好耶！帮你查了，那家公司的管理层名单里确实没有叫奥队的人，我又让人去翻了他们官网的历史版本 ，LinkedIn 上也搜过了，没有任何一个叫奥队的员工，不管是现任还是离职的。谢谢你帮我查这些。我觉得吧，大概率是你哪个追求者搞出来的名堂。这人不主动暴露身份，不打听你的私事，就是一直帮你解答问题，让你产生依赖感，建立信任。有些人知道正面冲锋你不吃那套，就换个方式接近你。别太紧张，对方又没做什么出格的事儿，犯不着为这个给自己添堵。我知道了。这将近1年的时间，不管多晚多琐碎，他都回了，但他确实没有打听过我的住址、联系方式、交友情况，连我主动分享的生活碎片，他的回应也只是简短的附和，从不追问细节，克制到不像是在追人，更像是单纯的善意。我去查了你的信息，没有找到你这个人，你是谁？是男是女？他说对不起，道歉就是承认了，隐瞒是故意的。怎么样，跟对面说开了，是不是我们猜的那样？应该是吧。他怎么说的？他就说了句对不起，我没细问。就这样？你不追问一下到底是谁？对方为了你的好感在那潜伏了半年，你都不好奇吗？没必要，查到了是谁又怎样？当面对证，然后呢？我只会多出一堆我不想应付的后续。我说真的，你这几年变化有点大，下手毫不留情，你说删就删，连一句多余的话都不给。以前刚认识你的时候，你明明特别腼腆，你现在这样，出学校以后肯定发展很好。谢谢夸奖。被删了，他单方面的斩断了这最后一丝的联系，这丝甚至需要我靠伪装才能维系的联系。段总，到了。今晚能飞伦敦吗？可以，我马上安排。季家的败落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雷暴，而是一场漫长的精密的临时。段燕一开始没有选择正面冲锋，他用段氏旗下的金融板块悄无声息地收购了季家几个关键项目的上游供应商和下游渠道商，每一步都不致命，但每一步都在收紧季家脖子上那根绳子。等季世安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的几个核心项目已经因为供应链断裂和资金链吃紧，陷入了大面积的停工。合作伙伴开始观望，有些闻到风声的已经在悄悄撤资。季世安试图找人斡旋，他托了好几层关系，想约段燕见面。想谈想求和，哪怕是割让一部分利益也行。段燕一次都没接。许念比段燕还会装，和季世安一见面就哭着抹眼泪，说自己毫不知情，但能帮季家的一定帮。实际上送到了监管部门的案头的资料就是许念提供的，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关联交易中的利益输送，每一条都是实打实的铁证。季家被立案调查的消息一传出来，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合作方和投资人跑得比兔子还快，股价崩盘，资产冻结，季家那座看似坚不可摧的商业大厦轰然坍塌。许念没来，大小姐又去基金会自助的山区了，信号不好，应该是回不来了。关键时候就装死。根据前期资产并估报告，季氏集团名下可处置资产的总估值约为47亿3千万。本次债权人会议的议题是就季氏集团的债务重整方案进行表决。季氏集团实际控制人季世安先生需以个人名义签署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协议。段燕，你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这里是债权人会议，不是讲人情的地方。如果季家有更好的还款方案，现在可以拿出来讨论。季氏集团的品牌商标、知识产权及客户资源由管理人统一托管，择机处置。以上决议即日生效。段总，正门那边有10几家媒体等着，都想要您的采访。不见，伦敦的航班确认了吗？确认了，今晚11点的私人航线直飞。季董事长，
请问季氏集团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之后，您个人有什么打算？季先生，季家名下所有核心资产都被拍卖了，未来还有翻身的可能吗？有消息称，季氏集团的债务缺口远超此前公开的数字，请问这是事实吗？季少，京城商圈普遍认为季家已经彻底出局了，您怎么看待这个说法？以后还打算留在京城吗？季家就算再不济，收拾你这种东西，还是绰绰有余的。你疯了！当着这么多镜头动手？打都打了，还能怎么的？资产转移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放心。季氏集团名下所有不动产及其公开。你是京城人吧？这几个家族你应该多少听过吧？段烟这个人你知道不？3年前才认祖归宗回来的，现在已经是整个京城商界最年轻的掌门人了。知道一点。这人现在可是全球财经媒体的常客，好吧？上个月《金融时报》给他做了个专题，你学这个不关注，这些怎么写？我跟你说，光是段燕处理季家这个案例，就够写3篇顶刊论文了。躲都躲不掉和他相关的东西。乔，你这个初稿整体框架没有问题了，第4章的数据分析部分需要再细化一些，不是大改。还有个好消息，主教的推荐信已经到了。加上你这学期的几门课成绩都在稳步上升，综合评估下来，你硕士项目的申请材料基本齐全了。假期结束之后，应该就能收到确切的结果了。谢谢教授。去吧，假期好好休息，也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祝您和太太假期愉快。你也是。你确定不让我送你回去？没事儿，打个车就到了。你赶紧回去，明天还要飞德国呢。明天下午还有面试，假期4周不能白白浪费掉。如果硕士能顺利拿到 offer， 那在读研阶段就得开始积累正经工作经验了。伦敦这地方，毕业以后想进大公司，光有学历没用。24岁了，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大后天可以来施工吗？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先跟1周，看看双方的适配度。没问题。段业那会儿刚回段家，屁股都没坐热。段家内部那些盘根错节的旁支势力、族老、董事会里的各路牛鬼蛇，哪个不是等着看他笑话的？一个流落在外20多年、根基全无的继承人回来，第一件事不是闷头理顺内部、站稳脚跟，反而去跟季家对着干。季家虽然在走下坡路，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真正动起来不是一朝一夕能啃下的。这在任何一个正常人的逻辑里都不是什么明智之举。我不应该过度关心国内的事情。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疯子，现在也尝到了跌落的滋味。我怕看到什么段氏掌门人与许家千金之类的标题。
你好，我是27楼的住户，麻烦帮我看一下走廊监控，我家门口刚才是不是有人？您门口没有人。好，谢谢，打扰了。有没有人想来我家吃夜宵？我卤了一锅牛腱子，量太多了，吃不完。进来，进来！我闻到了牛肉的味道。你们过来的路上有没有碰到什么人？就是走廊里或者电梯口？没有啊，就你们楼下那个保安大叔。怎么了？有没有看到什么亚洲面孔男的？没注意到，这个点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你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没事儿，我之前好像听到有人敲门。我以后每周都要来你家蹭饭。难不成真是我这段时间压力太大，产生幻觉了？唉，去客卧睡吧。那我就睡沙发了。毯子在柜子里，你自己拿。时间丢还一个人，快点吧！你怎么进来的？知道你不会开门。这栋公寓是段家的房产，钥匙不难拿。我朋友呢？送走了。段燕为什么会在这里？他来做什么？是来找我算账的吗？可他如果是来兴师问罪的，为什么不直接把我从床上拖起来质问，反而像个幽灵一样坐在那把沙发上，不知道已经看了我多久？平时都和外人住一起？没有，他们是我同学。今晚过来玩，太晚了就睡下了。你继续睡吧。下次请人来家里过夜，记得反锁卧室门。我真的不明白，段燕大晚上来这么一出，到底是想做什么？请回。你要是睡不着，那我们可以这个点谈一谈。段燕就在隔壁，这个令人窒息的认知，比任何悬在头顶的利刃都更让我觉得发疯。我根本摸不透他究竟想做什么，更不知道明天我该拿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这个整整3年没有见过的男人。这和3年前在机场发誓说会恨我一辈子的段燕，简直判若两人。起了吗？早饭好。坐。你来这里做什么？你一点都不想看到我吗？那些惨烈的纠葛，每一次稍作回想，都会带来鲜血淋漓的抽痛。我之所以藏起来，就是不敢去直面段燕。我怎么也想不通，段燕如今早已是位高权重的上位者，这样一个人，怎么会突然舍得拨出极其昂贵的时间成本，亲自现身？抱歉，不应该这么晚来找你。自从你抛弃我离开后，这3年多的时间里，我也和你昨晚的状况一样，没有睡过一次好觉。你想怎么样？我不知道，哪怕是荣继桥那样骗我，又那样无情的抛弃我，
我悲哀地发现，我依旧爱她，爱她这副美丽的皮囊，爱她骨子里那股骄纵又自私的性情，恨她对自己的薄凉无情，恨她决裂时的极致冷漠。你觉得我应该对你做些什么？吃完饭去睡一觉吧，逃跑也是需要力气的。我是真的被段燕吓到了，跟鬼一样，谁来能不害怕？赵叔，段燕怎么来了？段少爷现在已经是集团实际掌权人了，您当初的保密信息对他来说只是调离权限的问题。那段董呢？他不管吗？段董如今已经退归二线了。实话说，段少爷现在的决策，段董已经很难去约束了。能让他回国吗？荣小姐，我的建议还是和3年前一样，有些事情躲是躲不掉的。您和段少爷之间的问题，只有你们2个人面对面才能解决。我知道了，谢谢赵叔。可那会儿我根本不擅长面对那些错复杂的纠葛，只会一味当缩头龟，选择逃避。整整3年的光阴流转，并没有让隔阂烟消云散。我以为时间够长，距离够远，一切就能自动翻篇，但没有。可现在后悔也没用。我实在弄不明白，段燕大半夜跑来吓我这一出，到底是为了什么？是示威吗？告诉我随时可以把你困住，但我放了你，纯粹是因为我高兴。这种钝刀子割肉的拉扯感，还不如直接告诉我结局会是什么样的。我们之间算哪门子男女朋友？段燕来一趟，直接把我的生活炸得一团糟。段燕让人客气的把自己朋友送走，也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可明明早上那句逃跑也是需要力气的，这前后不一的态度，让我觉得段燕是不是有一点精神分裂？你最近一次发作性情绪失控是什么时候？刚才。你现在的用药量比半年前翻了1倍，但效果在递减。你的身体正在对这些药物产生抗性。段总，伦敦这边的庄园已经清场完毕了，您的房间、书房、会客厅全部准备好了。女士用品备了吗？我马上安排。还有别的需要吗？按他的喜好来。好的，段总，那今天下午的视频会议照常。段燕无非是因公出差，顺带拿我取乐，观赏我的狼狈。段氏势力雄厚，这么大的一个老板，他何等大忙人，怎会特地跨国追捕我？我充其量只是这位上位者闲来无事的消遣罢了。我在这边熬了3年，学业、圈子、将来的工作全铺好路了。难道就因为他昨天晚上过来说了几句话，又要跑路？不可能，上一次跑是因为我什么都没有，这一次不一样，我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自己好不容易取得的一切。Cow 对吧？对，别紧张，这边的活不复杂，我带你过一遍流程就行。我脑子里本来疯狂脑补的那些段燕要搅黄我的工作，让我退学，甚至来追讨那500万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这平静反倒让我心里毛毛的。荣小姐，段燕呢？段总下午有个跨时区的视频会议还没结束，他让我来接您。接我做什么？您现在住的那套公寓功能性不太够，不方便他工作。段总的意思是换个住处，那边东西都置办齐了，您回公寓收拾一下常用物品，我们这就接您过去。我能不搬吗？荣小姐，不要让我们为难。荣小姐，段总这次来伦敦不是来找麻烦的，您试着和段总好好沟通，或许没您想的那么糟。可我和他如果真能靠言语沟通就能释然或者妥协，我上辈子就不会死了。搬去哪儿？环境和安保都不错，距离您学校和公司的通勤时间也不会更长。我当时还截过图发给李佳怡看，说改天去那边玩几天。李佳怡只回了句那边随便一套房1晚上都是9万多，我就老实了。没想到这庄园居然是段家的。许小姐也让我来的时候问候您一声，问您在这边过得怎么样。都挺好。
许小姐说，如果方便的话，希望您能抽空跟她亲自说一声，她很想您。好。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人这辈子好像没有成。荣小姐，欢迎，我是庄园的管家，物品已经全部送到了。我是真的很想和段燕好好谈一谈。犯人判刑之前都有权利知道自己判了几年，段燕总不能真就这么一直耍我玩吧？段先生这边打了招呼，他今晚有工作安排，不回来用餐了。这一席是给您准备的，菜品是按照中式口味搭配的。段燕平时几点回来？段先生的行程不太固定。哦，我吃完了，谢谢。我实在是搞不明白段燕到底想做什么。好吃好喝供着，却又不出现。我一直像个鸵鸟一样躲在异国他乡，却从来不敢去深思自己当年那番行径会对段燕造成怎样的影响。可段燕已经来了，要真的兴师问罪，我也拿她没有任何办法。我再怎么不愿面对，也只能更难堪罢了。荣小姐，早上好。今天的早餐是中式粥品搭配煎饼和小菜。如果您有其他想吃的，厨房可以现做。我今天要去上班，能派车送我吗？当然可以，您告诉我时间和地址，我这就安排。这么痛快，本来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心理准备，甚至连几套说辞都想好了，结果人家压根儿没为难，车准时停在主楼门口，司机送到公司楼下就走了，客客气气。见面这几套软刀子下来，磨得我浑身不自在。我又想赶紧问段燕她到底想做什么。这里缺什么？住的习不习惯？不习惯可以跟我说。不习惯的话，可以让我回公寓吗？你说呢？他怎么样？荣小姐早上吃了早餐，上午出门上班，面就好吃好喝好睡，还挺自在的。刚刚还问厨师会不会做辣子鸡。什么都不在乎的话，肯定自在。各位，非常抱歉，段总今晚的安排临时有变，工作推到明天，我来送各位，请。段总今天怎么了？明明说好今晚过完这些条款的。段总有他自己的事情要处理，工作我们明天再继续推进。段总这几年越来越阴晴不定了，以前从没在工作上这么任性过。不能说我这段总阴晴不定，是因为真的有精神分裂。脑子一旦闲下来，就开始不受控制地反刍段燕说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表情。这里有问题。你引用的这组对照数据，样本量和前面的基准不一致。你用的是调整的口径，但没做矫正说明。审稿人看到这里会直接打回来。我被段燕吓了一次又一次，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不太好了。是怕我找你算账，还是怕看到3年后的我不会再当你听话的狗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过得好吗？你过得不好吗？你觉得过得好的定义是什么？物质和精神都富足，我很满足现在的生活。那我也算是取得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姑且算过得好吧。过得好就行，没必要纠结以前那些不美好的过去了。原来过去对你来说是不美好的。这3年，我经常做梦，或是产生幻觉，总觉得你还在。你知道我当时得知自己身世以后，第一个想法是什么吗？我那会儿在想，太好了，我终于能让你过上好日子了。结果我后面得到的消息，是你用我的身世交换了500万。交换这个词都说得太轻了，这跟把段燕卖出去没有什么区别。对不起，那天段燕带着我去看了好几套房子，在回来的路上，她甚至还问我喜不喜欢那个带阳台的户型。她说房产证上要写2个人的名字。你不用这么害怕，你不用害怕，
我不是来找你算账的，我只是想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那是段燕这辈子最意气风发，也最毫无防备的时刻。他几乎将自己的一颗真心捧到了我面前，迫不及待地和我畅想着往后的余生。但就是那个晚上，我消失了。不到1天的时间，他从畅想未来到被我抛弃，短到谁都反应不过来。我们不见面，对谁都好。又是这种说辞，可是我一点也不好。我已经来了，你打算怎么办？再跑一次？你不会的，你的学校、人脉、实习、硕士 offer 全都在这里。你知道重新起步有多苦，一旦逃跑，这些全部落空。我想找到你，不费吹灰之力。身为外大高材生，眼看着硕士在望，非要隐姓埋名做底层谋生，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没人比我更懂容技巧，我早看清他的野心与对体面生活的贪恋，可我唯独想不通，他为何宁愿抛下荣华也要执意离开我。那你想报复我吗？一个正常人被这样骗了、耍了、卖了之后，第一反应应该是报复。我也想过，比如断了你在伦敦的一切，学校、房子、工作，又比如直接把你带回去，关起来，给我端茶倒水也好，当金丝雀做佣人也好。我上辈子死得早，对段燕的印象永远只记得她毫不留情地撕开我的真面目后，那个高高在上对我只剩下冷酷的上位者。即便重活一世，即便这辈子两人之间的轨迹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偏离，我也不敢拿自己好不容易拼杀出来的余生去赌段燕的真心。见过广阔天地之后，谁也不愿意去当笼中鸟。每一种方案我都在脑子里过了无数次，怎么办？我一看到你，还是会舍不得。段燕被我这样对待后，心脏依旧跳动着的纵容与不介意，简直比他直接拔出刀来抵在我的脖子上还要让人感到心虚和无措。当年医药费那些事，我早就知道了，许念也知道。许念知道？本来我想等你回京城，找个时间和你好好谈，我们可以商量着把医疗费还给许念。一回到京城，白天段燕带我去看房子，晚上我就迫不及待地拿着那 DNA 鉴定报告跑去找了段守正，开了条件，换了钱，断了所有联系方式，头也不回地跑到了地球的另一端，连一句交代都没留。可我从来只想过，如果段燕不介意我曾经的欺骗呢？如果段燕喜欢的从来都是朝夕相伴的我，而不是那个救命恩人呢？那我当年为了自保，迫不及待拿他的身世去换钱跑路，以及那场堪称单方面凌迟的抛弃，究竟会对这个前一秒都为我们的未来做打算的男人造成什么影响？你什么时候知道的？很早，大概是在和你去梁县的时候知道的。但我直觉你怕的不是这个，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都算是我们之间最微不足道的小事。你能告诉我，你到底在怕什么吗？怕什么？怕别人像看垃圾的目光，怕会像上辈子一样把我摁进冰冷的海水里，怕自己用尽全力拼出来的第二次人生会因为某个不受控的变数再次轰然坍塌。重生这种事谁会信？没关系，我也有很多事不知道怎么跟你开口。不过我们还有很多时间，我愿意和你慢慢。这些都是按你以前的喜好让厨师做的，有什么不合口味的，可以跟厨师讲，也可以跟我说。不过看样子，你也不是很想跟我多说什么。你别像个鬼一样莫名其妙吓我就行。抱歉。我又不敢像以前一样想揍他就揍他。以前耍赖撒疯是仗着他会无条件纵容我，现在那点底气早被我自己亲手烧光了。之前不是和杨璇说要吃这个，怎么不见你动筷子？这种单方面被全方位碾压的处境实在是太被动了。我早就不是以前那个被捏住命门就唯唯诺诺的容技巧了。实际上李佳怡不知道我在来伦敦之前就已经上过班了。既然是试工，我肯定要主动给自己找点事情做，不能只顾着摸鱼。你站我旁边就行，帮忙引路、倒茶、送果盘，按我教你那套流程来。别紧张。这车怎么有点熟悉？啊！不是，等一下，他怎么在这儿？段先生，欢迎，这边请。你去把招待用品摆上，按之前教你的规格。这是什么冤孽？全伦敦那么多公司，段燕偏偏来谈合作的就是我兼职的这一家。
段总和贵公司的 Blackwell 先生约了下午一起打高尔夫，顺便聊些合作细节。段总刚才注意到贵司有一位中国员工，觉得格外亲切，想问问能不能让他同行，方便有个沟通上的桥梁。当然，没问题。段先生可能英文不太好，需要个人在旁边帮忙沟通，你中英文都行，跟过去帮忙。他英文不好才怪，实在是不好。但段燕这么有钱，出来不知道带个翻译吗？好的，没问题。那要去确认细节。我是真不知道你在这家公司，伦敦有业务对接的公司就那么几家，碰上了而已。那你英文是真不好吗？还行。那你让杨璇去跟我领导说你需要翻译是什么意思？你领导乐意。Kiao， 段先生在说什么？段先生对我们公司的专业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期待今天能进一步推进与贵方的深度合作。他们可以把合同周期从5年延长到8年。最后那句是开玩笑，说希望这笔钱能让他提前退休去马尔代夫钓鱼。告诉他8年可以谈，但独家条款里要加一条排他协议，亚太区的同类项目3年内不能分包给第三方。退休的事不急，等这笔钱到账了，马尔代夫的岛他想买哪个我送他一座。几句话来回金额至少往上跳了2个亿英镑，我站在这里当翻译1分钱加班费都没有。想要马代的哪座岛，我也可以送你。瞧，段先生问您想要哪座岛，您指定下来。来瓶好的，庆祝一下。尝尝。骑马吗？这下总该跟我没关系了吧？我已经开始在心里编排怎么跟领导汇报就今天的出色表现了。谁能想到呢？那个曾经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上蹲在钢筋水泥堆里闷头啃着白米饭配咸菜，连一口肉都要靠工友施舍的穷小子，和眼前这个在谈笑间随手签下几10亿英镑的跨国合同，眼都不眨的把一瓶顶级珍藏当白水样递给我尝鲜的段家掌权人，竟然真的是同一个人。你干什么？杨轩，这怎么回事？他们是旧识。哦。你松开！你故意的是吧？你让我松的。你就不能把马停下来再松吗？你没骑过马？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读书都费劲了，脑子又笨，哪有空学这些？你只是习惯了依赖别人，也习惯了通过别人给自己贴标签。别人说多了，你自己都信了。你不比谁差。的确，我一个人过得不错。你再动一下，等会儿掉下去被马蹄子踩一下，过得再好也不好。许念给你建了一个信托基金。什么？信托基金，每年会有一笔固定的款项打进去，你什么时候想用，随时可以支取。许念为什么要给我建信托？我们认识的时间满打满算也就那么几个月，哪怕后来知道了两人之间那层血缘关系，我也从来没有主动去攀附过什么。更何况那会儿接近许念的目的还不清白，就是想利用许念去躲季川而已。许昕心里一直有根刺，觉得小时候没护住你，把对你的亏欠转嫁到了许念身上。许昕一直对许念很好，把他当作你，所以后来车祸的时候他没犹豫，为了保护许念送了命。亲妹妹和许念总得保护好一个，大概率是因为你，许念才能活下来。你就当这是你亲姐姐帮你挣出来的。不用了，许念不用来给我花这些钱，这和吃人血万头没什么区别。拒绝做什么？许念也是个一毛不拔的资本家，你趁着他还有良心，他给你的收着就行。我不想要。是不想要，
还是不想和任何跟我有关的人扯上关系？你自己心里清楚，何必多问？现在离刚才出发的地方起码有几公里，你最好这会儿跟我说点我爱听的，不然等下你就得自己走回去了。那许念在京城怎么样？他比你还在乎自己的利益，那种人过得不会太差。这几年不知道坑了我多少次了。这样，什么时候准备联姻？许念，我们俩什么时候联姻？我去你的！你恶心谁呢？上次债权人会议我没回来，至于这么恶心我？你知不知道你堂叔现在天天缠着我？就是你上次在年夜饭的时候那个海龟，我本来想着见一面打发了就完事儿，结果那人甩都甩不掉。你堂叔3天2头往我这儿打电话，说什么两家知根知底门当户对，恨不得明天就让我跟他儿子领证，我还没找你要精神随侍费。还有季家收尾的事，你别想甩给我一个人，3七分都不行。文件堆了这么厚，我自己那边的项目还排着队呢，我哪有功夫替你擦屁股？你赶紧把荣继桥哄了回来。不过我觉得吧，人家8成不肯跟你回去。你看人家在伦敦过得多好，有朋友有学业，到时候我把基金直接给他，在外面做个单身富婆不好吗？想谈恋爱了就找男模或者包个小明星，想去哪儿玩去哪儿玩，何必回来受你这个罪？听到了吗？许念说你要找男模包明星，刚好和他说说你喜欢什么类型的，让他帮你物色。乔乔，你在吗？他不在。段燕，你是不是又发？许念刚才那语气，跟我印象里的大小姐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和他联姻，我们半夜睡觉都得拿一只眼睛站岗，不然都见不到第二天太阳。我上辈子看到的那些报道，段氏和许家联姻，难道根本不是我以为的那样？所以上辈子他从来就没有选过许念。所以你怕的是这个？承认就承认吧，总比让他继续追问要好。醋劲儿还挺大。什么叫醋劲儿大？我那明明是怕被羞辱。那你能和我回国了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他也没继续逼我。他装都懒得装了，之前让我当翻译，根本就是故意的。So your Chinese is not the only thing about you this day. Just keeping it interesting. 段先生真帅，那气场跟电影里走出来似的。不过他好像对7号特别关注，骑马的时候我看到了，直接把人捞上去的。这下全公司都知道了。哎，你和段先生到底什么关系？全公司都在传，说他骑马的时候把你抱上去了，还有人偷拍了。没有，帮大老板开的发票，你帮我看一下流程呗。这东西我在段燕手腕上见过，一模一样的。